澳门赌场一年消耗2000吨纸牌，宁愿多花10倍成本进口，为何不选用国产？欢迎收看虎先生奇谈。扑克牌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商品，全球大量扑克牌产自中国工厂，平价产品批量采购仅几毛钱一副，产能充沛，供货稳定。但在澳门存在一个长期被大众热议的奇特现象，当地持牌娱乐场每年淘汰销毁的扑克牌总量接近2000吨，换算下来每年消耗接近240万副专业纸牌，全年采购规模超过2亿元。这些纸牌几乎全部依靠海外进口，主流供应商来自美国、日本。同等规格对比，进口赌场专用纸牌采购价格达到民用国产扑克的10倍以上。不少观众会产生疑问，作为全球主要扑克生产区域，既然能够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纸牌，澳门娱乐场为什么愿意承担高昂成本，坚持海外采购，几乎不引入国产纸牌？有人简单归结为品牌偏好，也有人认为是产品工艺存在差距。事实上，这件事不能依靠单一视角下定论。本期视频结合澳门当地监管规则、赌场风控体系、行业供应链现状，客观拆解背后多层原因，厘清大众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开篇先明确几组基础行业数据。第一，消耗量参考。全澳门合法娱乐场全年报废纸牌约2000吨，纸牌属于高频次一次性耗材，和普通人一副牌反复使用数十次不同。娱乐场内的纸牌有着严格使用时限，一副纸牌上桌平均使用时长不足10分钟，无论牌面是否破损，有无污渍，到达时限必须统一回收，在监管见证下粉碎销毁，严禁再次流入市场。高频更换造就了惊人的年度消耗规模。第二，价格差距。普通国产高端民用扑克牌批量采购价格大多3至5元一副，澳门娱乐场定制进口纸牌采购单价接近90元，价差10倍以上。高昂价格不只是纸张与印刷成本，还包含整套防伪、溯源、封闭、供应链服务。第三，概念区分。民用娱乐扑克牌不等于赌场专业赌具，二者评判标准、安全等级、配套体系完全不同，不能直接横向对比。一、赌场专用纸牌和市面上普通扑克牌到底有哪些区别？肉眼观察，两种纸牌外观十分接近，但内部工艺、安全标准存在巨大鸿沟。首先是基材与物理防伪，进口赌场纸牌普遍采用多层复合黑芯纤维纸，夹层内置高密度遮光碳层，强光照射之下，完全无法透过牌面识别花色点数。纸张经过特殊工艺处理，耐弯折、抗汗渍，反复上万次洗牌，不易起毛分层。表面覆盖特种防标记涂层，指甲划痕、隐形化学药水、紫外线荧光标记都很难长期留存痕迹，以此封堵职业出签常用手段。其次是内置智能防伪体系，主流进口定制纸牌内嵌微型 RFID 芯片，相当于为每一张纸牌分配独立电子身份编码。荷官开局前，纸牌必须送入配套智能牌靴，设备自动核验纸牌数量、编码匹配度，一旦出现缺牌、外来杂牌、替换假牌，系统立刻向后台安保发出预警。芯片信息会同步录入赌场风控系统，全程记录纸牌领用、上桌、销毁全周期数据。除此之外，纸牌边缘采用微米级精度裁切，所有纸牌尺寸误差极小，避免有人依靠边缘细微差异区分牌型。印刷使用专属耐磨油墨，长期灯光，汗液侵蚀下不易褪色，整套标准形成多层防护体系。很多人提出疑问，这类技术很难复刻吗？客观来说，特种纸张、RFID 芯片、高精度印刷相关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普及，多家大型扑克厂商具备生产同类硬件产品的能力。核心矛盾不在于能不能造出相似纸牌，而在于赌场采购的不只是一张纸，而是一整套经过长期验证、全程可控的安全闭环体系。二、第一道硬性门槛，澳门博彩监管机构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制度。澳门拥有完善的博彩监管法规，所有进入娱乐场使用的赌具都需要通过博彩监察协调局完整资质审核，拿到官方准入资格，方可开展供货。这套审核体系延续海外成熟博彩行业规则，门槛设置十分严苛。供应商资质审核包含多项硬性条件，企业需要具备全球多个合法赌场长期稳定供货履历，不存在供应链泄密、赌具造假相关处罚记录。生产基地、仓储、物流环节需要接受持续核验，支持监管机构随时开展突击检查。同时，
厂商自研的防伪溯源系统，需要能够直接对接澳门监管后台，数据实时同步，全程留痕。美国 Bicycle、日本 Angel 等老牌厂商深耕全球赌场赛道近100年，长期服务拉斯维加斯、新加坡、东南亚各地娱乐场，拥有漫长合规记录。从原材料生产、印刷封装、保税仓储、专线运输，搭建起封闭化供应链，每一个环节都有独立封条、定位追踪，任意环节出现异常都可以完整溯源。对于想要入局的新兴厂商，整套资质审核周期长达数年，期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搭建专属封闭生产线、独立溯源系统，持续开展多轮安全测试。如果最终无法拿到持续订单，前期投入很难收回，较高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构成天然的行业壁垒。3、风控逻辑。赌场最忌惮供应链出现任何不可控风险。对于娱乐场而言，公平信誉是生存根基，一旦出现纸牌作弊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舆论冲击远远高于纸牌采购节约的成本。风控的底层逻辑是尽可能压缩所有人为操作空间，规避一切潜在漏洞。海外供应商的生产车间大多采用高度自动化无人生产线，印刷模板长期存放于高安保等级库房，生产流程接受第三方机构公正监督。纸牌出厂后，全程通过专属保税物流运输，直达娱乐场内部库房，整条链路经手人员极少。反观常规民用纸牌供应链，生产、分销、仓储流转环节众多，中间经手主体复杂，如果没有搭建独立封闭专线链路，很难满足监管要求的全程可追溯标准。在监管与赌场风控视角下，流通环节越多，纸牌被调包、私下标记的风险就越高。即便本土工厂能够生产同等品质纸牌，想要搭建一套完全独立、隔绝外部流通渠道的专属供应链，同样需要巨大投入。这里也需要客观澄清误区，并非存在地域偏见，而是行业长期形成信任链条。各大娱乐场运营方与海外供应商已经合作数十年，整套软硬件设备、风控系统深度适配，智能排缺、识别系统、后台程序全部按照海外厂商标准开发，纸牌、设备、软件属于成套生态。如果更换全新供应商，不仅需要更换纸牌，还要同步改造整套识别硬件与后台系统，改造、调试、测试成本极高，还需要长时间试运行排查漏洞。从运营角度，赌场缺乏主动更换成熟供应链的动力。4、市场收益权衡。对纸牌生产企业而言，入局赛道性价比并不突出。不少观众设想，庞大的采购订单对于扑克厂商来说是优质业务，但核算成本之后可以发现，这条赛道商业吸引力有限。澳门全年纸牌采购总量约240万副，订单规模看似可观。想要承接订单，企业不能直接使用现有民用生产线，必须新建独立封闭车间，搭建全套溯源、加密系统，持续配合监管机构各类核验。与此同时，还要承担极高的保密责任，整套前期投入金额巨大。头部扑克企业主要市场面向民用零售、棋牌赛事、海外普通娱乐市场，订单体量远高于澳门区域需求，投入巨额成本，只为争夺单一区域小众赛道订单，投入产出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多数厂商仅保持技术储备，没有主动投入资源冲击赌场、赌具赛道。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形成如今的市场格局。澳门娱乐场纸牌采购长期由海外老牌厂商占据，国产纸牌暂时难以进入采购清单。5、理性辨析几个流传广泛的网络误区。误区1：国产纸牌工艺质量达不到标准。客观来看，高端民用国产纸牌纸张、印刷、手感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能够满足日常娱乐、大型棋牌赛事需求。差距不在于基础制造能力，而是缺少配套的赌场级软硬件、防伪生态、全球赌场供货履历、经过监管认可的封闭供应链。民用产品标准不能直接等同于专业赌具标准。误区2：仅仅是崇洋媚外，盲目追捧进口商品。娱乐场每天涉及巨额资金流转，风控规则设计优先考虑安全兜底。高价采购进口纸牌，可以理解为风控层面的风险溢价。任何运营方都不愿意因为节省耗材成本，承担作弊事件带来的毁灭性冲击。选择成熟供应商，本质是商业风险选择，不能简单用消费偏好概括。误区3：只要产品价格更低，就可以替代进口产品。在普通商品市场，价格往往是重要竞争筹码，但博彩专用赌具采购，安全合规永远排在第一位。价格优势无法抵消，资质缺失，
供应链不可溯源、系统无法兼容等核心短板，低价很难成为突破口。6. 放眼长期，未来赛道格局会不会发生变化？全球博彩行业的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正在持续推进，多个区域的娱乐场都在尝试拓宽供应商选择范围，但想要打破现有市场格局，需要同时满足多重条件。第一，厂商完成全套资质认证，搭建独立封闭生产线、专属物流溯源体系，通过澳门博彩监管机构长期测试。第二，自研的纸牌防伪芯片、识别编码体系，可以和现有赌场智能设备兼容，或是推动赌场完成硬件系统改造。第三，形成长期稳定的供货能力，建立连续多年无违规记录的行业履历，逐步建立市场信任。整套流程需要漫长周期，短期内很难快速实现突破。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民用扑克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大量厂商把研发重心放在大众消费场景，主动布局赌场专业、赌具赛道的企业数量有限。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一张小小的扑克牌区分开了民用消费品与专业特种赌具两套标准。很多大众商品看似结构简单，想要进入特殊监管行业，需要跨过资质、供应链、系统、生态多重门槛。制造产品只是基础，完整合规的体系才是竞争的核心。